没事了，这一切都是你过去的幻想，过去的阴影。打破它，一切的幻觉都会烟消云散。美女，晚上好。哎呦，妹妹，打算哪住啊？我靠！我靠！你他妈干嘛呢？你他妈干嘛呢？他他妈喝多喝多了！了关你屁事儿！捡尸的吗你？变态！我去大爷的！臭大逼臭物种！我去！要打打死，别打！玉哥，你行，都别打了啊！都别打！吵什么吵啊？都他妈给我坐起来！你们先打人的！谁他妈打人的？谁他妈打人？谁他妈先打人的？打人！不好意思，非常抱歉。没事吧？今儿算弟弟的，好不好？你呢？认识吗？啊？知道这谁地儿吗？玉哥，你逗谁呢？一帮小屁孩，玩长齐了没？撒什么火？搁这儿？哥哥，抱歉，对不起啊。经理不好意思，你看，您当然不止找人过，都一帮学生嘛。一帮孩子毛都没长齐，出来撒什么火？算了，喝多了，小孩嘛，都一帮小孩，别跟我们计较了。都看清楚了，玉哥，好不好？玉哥，认识了？对不起。下不为例。喂，说吧，姓名、年龄、职业。不知道。问你话呢，配合点。哎，不是我说，你们问他去，干嘛问我呀？他们先动的手。我们都会调查的，让你先说你就先说好吗？哎，我说你们怎么回事？能不能配合点，这同志？哎，别，怎么回事啊？不是你干嘛的？不要妨碍我们执法好吗？啊，这是我妹妹。嗨，那个，咱们是一系统的啊，市局刑警队太尉。排队，误会。没，怎么称呼兄弟？小刘。哎，行，这样，哎，情况是这样的，对方报的警，这姑娘用酒瓶子把人头给开了，开瓢了？不是大瓢，但也哗哗流血。
你现在厉害了是吧？他们先动的手，要拉走我同学。你看看你现在你这个样子，要不这样吧，赔点钱吧，别让他们再闹了。哎，你报警啊？医药费我不要了，我一会儿自个儿去医院。啊，那孩子一会儿我给他赔点医药费。哎呀，大哥，你老瞅着我干啥？你说话呀？我心里慌啊！你，要不我撤案行不行？大哥，我撤案不啊？警报的好，老刘，该怎么办怎么办啊？往闹事儿的，他们都带走，辛苦啊！报的好，兄弟。你是不是有病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是不是有病？你说你是不是有病？你是不是有病啊你？04年，在天阳小区大白档附近，发生了一起斗殴杀人。受害人因为是脑出血，被送到医院，没有多久，心电图就变成了一条直线。不到1天，我们就在隔壁的天林市抓到了这个凶手。当时我一看这凶手，我都惊到了。是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，年轻漂亮，被我们带回来的这一路上一直在哭哭啼啼。后来做笔录的时候，她说了一句话，让我到今天都记忆犹新，真的。她说当时我就是生气，我就这么随便给了她一下子，就是随便那么一下，把她整个后半辈子都打进去了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你善良，你仗义，尤其是对你那些朋友。但有句话你听过吗？啊，越是重要的东西，越是要远离。干嘛？前面停车。
老夏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你这儿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啊？有事儿你就说事儿。你姑娘要出国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？后天你过生日，她会来，她会让你给她签个什么字，你千万别签了，签了可就完蛋了。别琢磨了，你这要一给她签了，这漂洋过海好几千公里，到时候可不是你一个电话或者一个信息就能见上面了。哎，10年前那事儿啊，对娜娜内心的伤害很大，这不是短时间可以抚平的。是你给她自由，但也得等她羽翼硬了，翅膀长硬了，你再从悬崖边上把她放飞了，是不是？你见过哪个老鹰是蛋的时候就拽去了？哎，我说，你哪儿来的这么多比喻啊？啊，以前怎么没发现啊？明天把罗家海那个结案报告马上交上来，听见了吗？你千万别给他签啊！道了歉啊！喂，星局，是我啊，方木是吧？我刚才一直在想，在你身上留下我的味道，这句话显得有些刻意啊，像是准备已久的一句台词。这如果是犯罪嫌疑人内心变态想法真实表露的话，那么在此期间应该会能案件继续侦查。但是我刚才查了一下10年间所有的犯罪记录，并没有相同的案件再次发生，所以我想去趟沈香的故乡天阳市。啊，我知道。整件事情啊，对你影响蛮大的。这样，给你放3天假，啊，你好好放松放松，去趟天阳市，什么龙尾山、龙尾洞，3天以后再来上班。那个，我现在正在开会，等我开完会再给你打过去，好不好？下次你能不能换个地儿啊？我在外面过的是凄风苦雨，我看你现在倒是红光满面呢。红光满面，也不是吃出来的，是给气出来的。哪个啊？还不是那2个臭小子。算了，不说这个。你那边怎么样？鱼咬钩了吗？咬没咬钩我不知道，我这个钓鱼的差点给蹬下去。你什么意思？淹死了？呛了口水，死不了。哦，我又收到信了。什么时候？2天前，在我家门口的脚垫底下。他可能已经知道身边有鬼，不过，我想他应该还不知道是谁。他比我们想的要聪明，要赶紧收网了。你怕了？黎明前的黑暗总是很难熬啊。如果这黑暗让我一个人经历的话，我会非常的兴奋。可是黑暗有的时候不择手段啊。你是在担心邢娜？
2天以后，我要把他送出国。你说，咱们本应该在光明之中安度晚年的老头，现在却选择成了黑暗中的鬼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呀？在苍茫的大海上，狂风卷集着乌云，在乌云和大海之间，海燕像一只黑色的闪电，高傲地飞翔。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这次可没有暴风雨这么温柔，是滔天巨浪。对了，那个，别死了。你也是。各位乘客请注意，开往天阳市的班车马上就要出发了，请乘客们拿好行李，准备上车。哥们儿，钱掉了。谢谢啊，以后当心点啊。哥们儿，你钱掉了。谢谢警察叔叔。
见过这个女孩吗？爸爸，爸，娜娜，没事，爸爸来了。胡英博，是吧？好，你既然不说话，那我说，好不好？你看啊，我站在你的立场上，替你考虑，你放了这个女孩，我来给你做人质。因为什么呢？你抓了局长的女儿，我是公安局长，是吧？你看，你用她来要挟我，我作为公安局长是不可能在老百姓面前徇私枉法的，你懂吗？但是你要把我当人质，就不一样了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好。啊。钱，把钱掏出来！
把钱给我！你说什么？快把钱给我，不然我就不客气了。你还是把这个丢掉吧，小心划了你的手。废什么话，快把钱给我！快点儿！再加一碗牛肉面，1盘口水鸡，1盘酱牛肉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哎，你好，那个8227怎么走？啊，一直走到底，右转就是。老乡，老乡，老乡，你怎么了？老乡，快醒醒！你怎么样，老乡？啊？什么？救护车！救护车！娜娜被绑走了。啊？坑里。哎，你好，8227怎么走？一直走到底，右转就是。好。
谁呢？我。你想做什么，就做吧。早点休息吧。哎呦呀，有病啊！嘿，你新来的吧你？啊？您是台委队长吗？对，我是台委，但我不是台委他妈。哦。哎。哎呀！邢志森在哪儿啊？啊？老乡怎么样？啊？伟哥，伟哥，啊？你这怎么样？我没事儿。老熊怎么样？不是，他怎么一宿没见就发生这么多事儿啊？可不是吗？让这邢大爷给撸走了。没了？什么意思啊？昨天晚上接到群众报案，城湾宾馆发生持枪杀人案，
等我们大帮小伙的到了之后，发现这持枪杀人的人是在刑局。谁？刑局。你有病啊！啊！怎么我有病呢？我长傻了，你们他妈脑子都傻了是吗？邢志三啊，持枪杀人可能吗？技术科的调查我已经看了360遍了，现在把所有的证据堆加在一起，只能推断出一个来，就是刑局持枪杀人之后畏罪自杀。你就是台委啊？过来一下。你谁啊？新来的局长扁平。中午去哪儿吃饭？去楼下的羊肉馆。哎，这是。开始吧。昨天晚上10点左右，我们接到群众报警，说是城湾宾馆内传出了枪声。我们来到城湾宾馆的8227号房间，确实发现了意外，一死一重伤。死者胡英博，年龄39岁，无业。而这不是那个唐优，你的拳，你接着说。另一个是绿藤市公安局局长邢志森，被发现的时候因流血过多而昏迷不醒。在过去的2个月里，邢志森和胡英博没有什么生活的交际。胡英博体内的子弹是由邢志森手上的6.44式手枪激发而出的，而胡英博手中握着的是一把不锈钢勺子。在邢志森的体内也发现了6.44式手枪的弹头，但据技术科鉴定，邢志森体内的子弹也是由他自己手中6.44式手枪激发而出的，并且在现场没有发现除了邢志森和胡英博之外第三者的痕迹。也就是说，邢志森因保护人质安全而开枪击毙胡英博这个观点，就现在的证据来说，无法成立。综上所述，现在怀疑邢志森滥用武器致他人死亡，被发现时候畏罪自杀。畏罪自杀？怎么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老邢了呢？干嘛？这是案情分析会，不让说话。我怎么不让说话了？啊？他新来的不了解，你们也不了解老邢吗？再说了，怎么对战友一点信任都没有？只有你是老邢的战友，他们就不是老邢的战友了。还知道是战友是吧？那怎么连一点人情都不讲？这时候是讲情感的时候吗？人情能破案吗？人情能代替证据吗？证据是什么？是冰冷无情的。你与其在这拍桌子发脾气，不如去找新的证据来推翻现有的证据。用不着你说，我也会去找。我就看不惯有些人这么冷酷无情。大家都回避一下。坐下。我让你坐下。
你看清了吗？说实话，是没看见邢刚。我没问你这个，我问你，看清楚老邢的心了吗？一个公安局长，老邢镇，晚上10点半钟，驱车20多公里到市郊一个小旅馆，面对一个只拿了一把汤勺的陌生男人，利用枪击的方式剥夺他人的生命，你信？这个局做的是费尽心机，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老邢，把老邢逼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。当务之急，我们侦查的方向就是要尽快的找到邢娜。我一直有一个感觉，绑架邢娜的和陷害老邢的是一伙人，他们胆子真大，肆无忌惮的陷害一个公安局长，这背后的势力背景够深的。你要是一个不慎，就能让人吃的连渣都不剩。这个案子你还敢查吗？编剧，回头老邢醒了告诉他，他还欠我70块钱了，让他抓紧还我。真乱呢。干活。干嘛去？13号院。你现在去啊？我得赶紧打个电话。小车子弄2点半。那好了。这个。这死者叫胡英博，39岁，家就住在长宁北街老荣巷的13号院。家里还有一个母亲和一个弟弟。我这，嘿，怎么回事？这姑娘，哎，对不住，没事。这弟弟2年前出去打工了，这1年前回到家。哎，你好。整个家庭啊，主要是以吃低保为主。就反正从这上面显示，我觉得这事儿很奇怪。赢的钱真是慢吞吞的，输急哦，是吧？输了就急哦。你们那么多钱，就你们3个人，你有钱不输一点？几个人今天手气真好。没你多还不多啊？赢了那么多钱还不多呢，快点打走。哎呀，别急，阿姨，我这牌打您个事儿啊，都被打了。13号院怎么走啊？看看，快走，不走。阿姨，13号院怎么走？您知道吗？哎呀，阿姨，阿姨，你喊什么喊？我耳朵又没聋。你没说你是聋子。行。抓，我丢这个，抓，快点。大爷，问您一下，那个13号院怎么走啊？我不清楚啊。哦，谢谢啊。哎，兄弟，我问一下，那个13号院怎么走？你知道吗？我也讲。13号院啊。什么路子啊？不问你找谁？
哦，找那个胡英博。哦，胡英博。胡英博，胡英博在这边。认识啊？嗨，找对人了。哎呦，太好了。 13号月啊，要走到第2个牌子后面那个新大人。我站着，站住！好，躲着点。是。哎，大姐，听我解释，我是警察，我现在正在执行。哎，开门！对，看进去。我，你怎么不说？去打！好，先生，谁还你啊？这样。 我们哪来的警察？哪里来的？不是大姐，你听我说，我抓着你，现在我抓着你，不是你打死一个还要再打死一个！我哎呀，你往哪里？别！我这是跑不了的。我不走了。大姐还有纸巾吗？手！哎，手！你他妈跑什么啊？你找我干啥嘛？他放手，不然我报警了。 别费劲了，我就是。蹲下，蹲下。胡英博是你哥是吗？亲哥，跟死了一样。你也不用问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瞅这也够奢侈的。你哥给你留多少钱？说话。 1周前，生日电话，周浩的妈。他有没有说是谁给的钱？我们从来也没问，他从来也不说。问啥呀？有钱就行。那你哥给你留了多少钱？ 我5万。25万。你抽的这个，不知道是你哥的胳膊，还是你哥的大腿。兄弟，好好的吧，啊！
哎，停！啊，把这钱给我。好，谢谢。怎么了？出车祸了？没有。人过。什么意思？不是你不用看我现在这样，我有发蜡吗？没有。嗯？哎，没事儿。你不是兜风去了吗？你怎么不说我又跑了呢？个怂蛋！我还怂，伟哥，不是我磨叽你啊，这事儿说来说去啊。这事之后，再没有人进过这房间吧？当时老邢的位置应该就在这儿，在这块儿。那个男的应该在这个瓷砖边上。如果邢大在场的话，那么应该就是在这一块儿。不是，那这也太干净了。服务员，这是案发当日那块地毯吗？嗯，洗过没洗过？不是，问你洗没洗过这块地毯？没洗过。等着！哎，你好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啊。打扰一下。你们谁啊？我们警察。是这样，我们想了解一下。这个就是当天的录像，看吧。哎，这怎么会这样？那天晚上系总在调试，什么都没录上。这也太巧了吧！啊！哎，我说大哥呀，这一块电路板上有3万个二极管，哪个坏了都得重新修。那天晚上系统抽了风，我总不能为了一个二极管去打120吧？你好好说话。啊，吃点东西吧。真是太奇怪了。是啊，你说老邢出这么大事儿，反目良心了没有？我没说这事儿。你有没有觉得长安宾馆里面所有服务员、所有的保安都不太正常吗？是啊。你看咱一去啊，该玩的玩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还有那监控，1年都修不上一回，非赶上案发当天，这太巧了。你说普普通通的一个宾馆啊，出那么大事儿，所有人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就好像提前有人跟他们打过招呼一样，告诉他们今天晚上我们要办警察局长，都心里有个准备，别回来警察来了不知道说什么。大哥，
那照咱现在这么分析，那整个宾馆它都……对了，永茶这宾馆是谁的产业？让我回技术科，我跟他们说一下，那个房间已经处理过了，看看楼道里会有什么线索吧。这次事儿不小啊！杨哥，那我先去查查他是哪家产业，然后一会儿我给唐友打个电话，你就别跑了。军情太紧急了，时不我待呀。我走了哥啊。这些天你就先住在这里吧。方木，周大婶儿，你这些天去哪儿了？哎，这是……哦，他是方木哥哥。亚凡。你摔哪儿了呀？膝盖。那个……哎，亚凡，这孩子就这样，怕见生人。哦，我不太会买衣服，周大姐，这些是给亚凡的，你帮我给他吧。他是闽南，是我朋友，可能在咱们这里先住几天。这个是你的车。好好好。米南，你待会儿就住在那栋楼里，我给你腾个房间出来啊。米南，米南，米南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米南，你怎么了？米南，哎呦，没事啊，孩子，这不是你的错。你再看看，让你害怕的东西还在吗？你带回来的那个女孩得了一种心理上的疾病，创伤后应激障碍。周老师，从来没有听说过您还有这方面的研究。10年了，瞎闹，也不知道这孩子的病能不能治好。这种病真的那么危险吗？得了这种病的人，往往是经历或者目睹过巨大的心理刺激。你的大脑就像一架照相机，把这点痛苦永久地照在了你的脑海里。当你再次遇到相关或者相似的事情的时候，恶魔就会从你脑海中出现。恶魔一旦从自己的潜意识中诞生，就很难再把它驱除了。潜意识会逐渐控制你的思想和行为，到最后，甚至会让你的人生堕入深渊。周老师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不能彻底治愈这种心理疾病的话，还会有更多的人死去，是吗？
凡是患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，要么自杀，要么杀人。这就是小赵的儿子，在他8岁的时候也患上了这种病，趁他妈妈不注意，自杀了。那为什么会杀人呢？世上所有的果，必有相应的因。恶魔的诞生，是因为他自己目睹过地狱。如果有一种方法，能够让你回到过去，并且杀掉那个恶魔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不行，不行，方木，怎么了？前几日，就我市检察院发起，公安局协办，就我市某警察涉嫌过度使用枪支的情况召开了会议。会议上重提5条禁令，涉案警察是我市公安局局长邢志森。你们先别激动，先把刀放下。怕了吧？慌了吧？开枪啊！有什么要求，你尽管提，先把人质放了。喂，壮，有这，就是之前我也调查过了，完成宾馆的法人就是梁四海，50岁。这老头2周之前刚去泰国，所以没有这个作案动机。我刚才不是来过吗？警察办案。这能怎么走？能怎么回事？我还调查这个梁四海有个儿子叫梁泽浩，2年前刚刚刑满释放。我也根据老民警们了解到，10年前这个案子的负责人恰巧就是咱家刑局。10年前，那这梁泽浩现在多大岁数？现在是28。犯罪什么？聚众强奸少女。这是哥，你也别来回看了。刚才我从他的同事那儿了解到，他得有1个多月没来了。微信来的，给我查个人。梁泽浩，对，手机吧。是唐优啊？啊，
哎，悠悠，哪屋？你得辛苦哪屋？这顺着上，这，你有事辛苦一下啊！你得帮我传个电话号。哎，你们两个干什么呢？警察办案，跟你没关系。我给你看看啊。哎，对了，这个梁泽浩平时有没有看报纸的习惯？每天的《绿藤日报》都会给他放桌上，但他从来不看。伟哥，这孙子！伟哥，你电话。唐悠。喂，一件好事，一件坏事。别废话，有事说事儿。梁泽浩的手机开机了，在陈湾宾馆往西3公里左右的一个空地上。太好了。但是，怎么了？这个空地紧紧挨着梁泽浩的码头，他们可能要逃跑。喂，唐悠，这对吗？啊，这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啊？对啊，就一学校啊那边。现在请四海总司董事长梁先生讲话。伟哥，刚才我发现门口停了3辆货车。你是谁啊？哼，别着急啊，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互相认识、互相了解。我想先了解一下7月27号晚上10点钟，你在干嘛？对，富二代啊。经常抽点大烟，喝点大酒，导致记忆力衰退，很正常。没事儿，我帮你一点点的回忆。哥，这得从10年前说起啊。10年前你还是绿藤市第1中学的学生，因为你的家境殷实。锦衣玉食，你和所有孩子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你这辈子哪怕什么都不干，你也能过得衣食无忧。你看，这恰恰是你不愿意去接受和面对的事情。你觉得你的人生像写好的剧本一样，按部就班啊，出国留学，然后回来继承父业，你觉得特别的压抑，特别的无聊。于是你就想着在出国之前干一点与众不同的事情，来改变这个现状。1998年，纠集了你
所谓的朋友吧。对，啊，用露营的借口，约了这个女孩，让她跟你们一起同行。在天阳市的一个晚上，你和你3个同伙对她实施了轮奸，但是你万万没有想到，你们住的那个宾馆正好是一个特大贩毒集团的窝点，当时就是他，记得吧？邢志森。为了这个案子，他就在这个宾馆。他把你堵到屋里的时候，你连裤子都没穿上，就跪地求饶，甚至你连买通受害人的机会都没有，就被老邢带走了。这一关就他妈10年。你从一个欺负人的人变成了一个被欺负的人，于是你就在监狱里下定决心，你一定要报复。2年前你被刑满释放了，你看，你本来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，但是你突然消失了，无影无踪，用了1个月的时间，在你自己的城湾宾馆设下了一个这么大的局。你用25万买了胡英博的1条命，并且在当天关闭了所有的监控系统。对，你指使人去绑架邢娜，利用邢娜把邢志森诱骗到长湾宾馆，再用胡英博完成你的完美计划。但是你唯一没有想到的是，我也到了长湾宾馆。我从老邢的口中知道了邢娜被绑架的事实。你为了使陷害成立，你不能让我活下去。你又指使人打开了邢娜的卫士共享，想他妈的把我和这个秘密一起炸得灰飞烟灭，是不是？我知道你们四海公司3年前包了个铁矿，那些炸药本来是要拿来炸矿的吧？用在我身上了啊！你笑什么啊？所以有的时候，我真的特别服你们这些警察的想象力。除了四海公司以外，从事矿产行业的还有7家公司呢。再说了，炸药这东西，难道一定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才能拥有的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帮女朋友买过卫生巾没啊？哦，对不起，你可能没有女朋友。我告诉你，我没有时间和这个精力和你在这开玩笑。我问你最后一遍，邢娜到底在哪儿？这是我在老邢办公室里发现的，有印象吗？这些被剪过的报纸是在你办公室里发现的，你还他妈记得吧？当然，你肯定不会亲临现场，你不会干这事儿的。但是很不好意思，我要告诉你，我们查询到了，你用这个手机和一个陌生的号码通了将近11次的话。如果我现在要是拨回去的话，进来。伟哥，之前我带人把四海公司所有的产业都调查了个底儿朝天，什么都没发现。
然后之前咱们注意的那3辆货车也查了，上面除了给孩子的被褥，还有一些猪肉，什么都没有。这是从他车里发现的。我捡的这些报纸，上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报道失学儿童的。您不是问我这1个月都去干什么了吗？台警官，我想跟你说，我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，想明白了一个道理。我之所以会被抓进去，就是因为我没有受到正确的、良好的教育。为了让更多的孩子避免这类事情的发生，所以我用了1个月的时间建立了3所希望小学。我就是希望能用我的前车之鉴来告诉这些孩子应该做什么，不应该做什么。行了，陆大全，我正在做什么用不着你管，少在那给我加仁加义。我现在这样我很开心，我很高兴，你给我滚一边去！小浩，你为什么就不明白呢？我留在四海不是为了和你分家产，我只是想帮义父一把。你放心，只要你能踏实下来，我会在最快的时间内离开公司的。我是四海集团的总经理陆大春。那天晚上呢，大概是10点钟左右，泽浩给我打了个电话，因为他刚刚被放出来，所以呢，我很想知道他最近在做什么，但是他不告诉我。现在我知道了。你怎么知道他那天晚上会给自己打电话，而且还故意录了音？我们做生意的呢，最讲究的就是诚信，但是总有些人呢，他说话不算话。如果你被骗的次数多了，你也会长记性的。
你走吧，这用不着你。你有病吧？我一直以为你是不适合当领长，我现在才知道你是压根儿就不想。是，你有你的想法，你有你过不去的坎儿，这我理解，我也尊重。但你不能他妈这时候扔下老邢你不管吗？愿意走走，没人愿意搭理你。说够了没有？说够了，出来。痕检那边的人都已经查过了，什么都没有。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你们压根就查错了。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不舒服的地方？我们总是相信眼睛所看到的东西，但是往往会忽略一点。你总是以为你看到的就是事实真相，但是实际上，你能看到的仅仅是凶手想让你看到的。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：就算有人事后打扫过房间，那么是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可以把邢娜的痕迹一点不落地抹掉？那么解释应该只有一个：邢娜根本就不在8227这个房间里。没这可能，老邢不可能骗我。如果星局一开始就不在8227那个房间呢？星局来到的这个房间确实是8227房间。吴英国利用邢娜作为人质，逼迫刑局开枪，但是刑局没有想到，对方早有准备。当刑局放松警惕的时候，被人偷袭，被自己的枪击伤之后，倒在了地上。这个时候，真正的凶手故意让刑局看到邢娜被自己掳走。之后，刑局因失血过多陷入了昏迷。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环节。凶手利用某些工具将刑具经过走廊转移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，同时也将胡英博转移到那个房间里。这样，凶手就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制造出了一个虚假的犯罪现场。
为了保证这个第二犯罪现场能够不穿帮，所以他必须要等到你来了之后，指引你到达那个位置。827怎么走？一直走到底。而你当时只要一看到昏迷不醒的刑局，就会下意识地认为这就是刑局开枪的房间，这样凶手的计策就完成。等一下，这种方法必须要保证老刑是昏迷不醒，而不是被一枪打死，这度太难把握了。不是这样的，假设刑局在你来之前就已经死去的话，那么凶手可以有很多种办法吸引你的注意力，去追那辆疑似绑架邢大的车。凶手假冒代替的房间至少要满足2点：第一，房间的布置和朝向应该大致相同；第二，为了防止警察发现，他应该会选择较远的房间。就是这个了。没错，这就是第一案发现场。这件案子，我们的侦查方向出了问题。整件案子看上去显然是针对刑局的报复犯罪，但其实却恰恰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。如果是用这套方案来栽赃刑局的话，前提是什么必须让刑局来到这里呢？是邢大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在时间的选择上，对方为什么迟迟不动手，而非要在那天晚上动手呢？戴维，这是因为你几乎是24小时保护着邢大。你想一想，是不是唯独那天晚上，你没有亲眼看见邢大走进家门？就是这吗？对。唐优，你帮我查一下邢大失踪当晚从长兴荣巷到老街的监控录像。先跟你说一下啊，没那么快。大陆交通的录像呢是由交警队管理的，这个点吧，现在应该就剩下这。嘿，监控我都看过了，没别人，就邢大一个人。只有一个人吗？对。凶手能够在你出现松懈的情况下立刻动手，而从你所说的监控录像来看，又不是普通的陌生人跟踪作案。喂，你现在有空吗？那么问题只有一个。那好，我现在就去找你。凶手完全了解邢大当天晚上的时间安排，这个人应该是邢大熟识的人。什么？对，邢大那天晚上主动跟我说他要晚点回来，叫我不用等他了。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。哎啊！每次我跟他聊半小时，哎，我整个人感觉特别舒服。
其实，我们今天来，邢娜出事了，你觉得整件事情跟我有关系，对吗？邢娜和我约好了今天来治疗，她没有来，而你们来了。你们从邢娜遗留下来的东西上得出了我刚才的猜测，对吗？神探，心理画像师，这些光环到底给你带来了什么？你为什么总是在事情发生了之后才想怎么去挽回？为什么每当人死了之后，你才去想他有过什么样的惨痛经历？为什么只有当你一个好朋友失踪了之后，你才去关心他最近干过什么、接触过什么？罗夏海也是，邢娜也是。你到底是关心邢娜，还是只在乎通过你自己的聪明才智抓住凶手那一刻的虚荣？哼，对不起啊，你在愧疚什么？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，刚才你左手的拇指一直在用力地按着你的无名指，这不应该是表达愤怒的一种情绪。你刚才那番话好似是在说我，其实是在说给你自己听。邢娜就是因为你才被绑走的，对吗？那天晚上，他来我这治疗了大概1个半小时左右。临走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他感觉最近一直有一个人在跟踪他。跟踪他？喂，你现在有空吗？那好，我现在就去找你。但是我没往心里去，我以为那是邢娜臆想出来的。如果我当时相信他的话，如果我当时选择送他的话，那今天坐在这儿的不是你们。听好了，那天晚上的录像确实只有邢娜一个人，但是在某些镜头的边缘处进行放大和处理之后，会发现一个人的风衣的衣角和一个人的影子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人在有意识躲避了摄像头。错了，太伟，那天晚上你为什么和邢娜吵架？他把人打了？他平时打人吗？很少。躲避摄像头，怎么做到的呢？对上了，全都对上了。凶手不是提前知道了邢娜的计划，而是他像个幽灵一样，一直的跟踪着邢娜。为了确保那天晚上你会出现松懈和疏忽，他一定主动做过什么事情，是导致你没有送邢娜回家的主要原因。他们先动的手，要拉走我同学。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。每个人都有能做到和做不到的事。就算你把邢娜送回了家，很有可能凶手会把你俩一块给绑了。所以你不需要愧疚。至于这些事情，就交给我们这些神探去做吧。邢娜，
我会送回来的。